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黑暗，有早晨。這是頭一日。這個小鎮比較就是 Airbnb 比較多。下一個小鎮，再下一個小鎮就是做這種 camping 的比較多。然後包括隔壁的那個鎮 Ezell 也是 camping 比較多。我叫可可，然後是以前四川女排的，排球打了有10幾年吧，然後就是也受傷，也有就是得獎，就是比较喜悅的時刻，也有受傷比較低沉的時刻。然後排球總的來說帶給我很多的機會吧，例如去美國讀大學，拿全額獎學金，都是因为排球，然後能夠包括實現我的夢想，然後學會了英語，在那邊學會了英語，然後攢下來就是以前就是剩的錢，然後就從小就有那個想要環遊世界的夢想。就是從小以前你知道小學的時候都有像也不算是同學錄吧，但是就是你總是會寫一些什麼，知道你们這個學期要畢業要分開了，然後你就會寫，就是你會在一個本子上面寫上名字，然後就是哪個班級的，你就那個同學的那個通訊錄一樣，然後你會寫上你有什麼愛好，對吧？然後我每次就是寫給別人的時候，那個愛好都是環遊世界。哇！最想去的一個國家巴西，不知道為什麼，我到現在也沒去過巴西。然後我現在對巴西也沒有特別大的興趣。然後，但是我以前就是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巴西，不知道為什麼。但是環遊世界，確實是滿足了我一個很大的夢想。因為這個煮意麵，還不是你拿一把就煮。要上個秤，你知道嗎？一般就是120 gram 就是正常的量，如果餓一點的話就是150 gram。我覺得都是有鋪墊的，就是我先學會了英語，然後學會了英語，我就感覺我就比較膽大了，然後就敢往外走，然後在旅遊的途中又遇到其他的背包客，然後就是取經，然後學經驗。就是怎麼你要計劃你的那個旅行的那個 budget， 你要怎麼 plan 你的路線。我第一次就是背包的時候，我從中國買了一個香港直接飛斐濟的票，超級貴，然後還買了一個往返的，然後斐濟就玩了2周，去了這麼遠的地方就玩了2周，然後飛回香港，然後又從香港又飛到斯里蘭卡，就那個線路完全是一塌糊塗，但是我就覺得那是我想要去的地方。OK， 我就去了。然後到後來就慢慢的就知道啊，你的計劃你應該怎麼計劃這個線路規劃，然後就更加的省時省力省錢。對，然後就是這些都是要學的，然後就是慢慢的旅行中跟別人學一學，然後自己總結規劃，然後就慢慢的開始自己的背包旅行。然後背包旅行中學到了很多。做沙拉塊。我是一個精神比較自由的人，我是一個很真實的人。如果就是在一個環境我不喜歡的話，壓抑久了，我自己也會受不了。不是說排球壓抑，當然排球帶給我很多的，我也看到我自己的天賦在排球上面。就是也不是所有的人就是長得高，你就可以從事一項運動，然後你就可以出成績的。我也看到了，然後但是我也有很好的教練，跟隊友的關係也很好。只是那個時候。可能就是每一次出國對我的觸動都蠻大的，對國外的一些新鮮的事物，再就是對國內的一些管制，
然後我會覺得比較壓抑，然後我就會覺得國外很自由，我就很向往去國外。排球是從小訓練的嗎？還是從14歲吧，我轉的排球，就是一步一步打上來，然後遇到一個好教練。我是05年進的國家隊吧，然後進去了就待了有幾個月的樣子，就被刷下来了。人才太多了，对，但是這都是很好的經歷。沒有就是背包旅行之前的我，就是對感恩這個事情很少。就是你当然每個人都知道你要感恩感恩，但是這個詞的意義對我來說，完全領悟不到。但是旅游了之後，就發現很多的事，我回頭再看，我都會很感恩了。以前不會，就是覺得是說，那個時候就是感覺排球很束縛我的時候，就是我不能就是離開這個體制的時候，我會覺得是說，我以後最不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再也不碰排球。对，我是這樣子，但是現在回头看來，如果不是排球，我在哪裡？对，之前的那些路是你必須要走的。对，现在很感恩，就是你的就是你的想法改变了，你就会发现很多谢谢，很多的就是你随後的一些想法，都会連串的就是改变，因為就是我的信仰。我信耶穌，我在排球隊裡就信了。我覺得每一個中國人心裡頭，雖然中國人都說我們是無神論，但是我覺得每一個中國人心裡頭反而全部都有一個神。假如說出現什麼問題了，哎呀，我的天，就是你開始老天爺，或者是有什麼大喜的事情了，就是感謝老天爺。你如果不信這個有這個的話，你不會有這樣的一個反應。對，所以當時我心裡頭也信，就是只是說那個神我不知道是誰，但是當我讀了聖經，就是有人把聖經給我，然後說我說這個神從來沒聽過耶穌，然後他說那你讀聖經的創世紀第1章，就是你翻開聖經的第1章。然後我就讀完之後就是神怎麼創造的天地，然後7天之內他第1天造什麼，第2天造什麼，是怎麼造的，他的口說有就有，說命定就定，就這些我看完了之後我非常的驚訝，我覺得說這個就是我要找的神。然後從那以後我就開始讀聖經，我就開始信神，因為不管是我看西游記裡的神，或者是白娘子傳裡的神，或者是聊齋裡的那種神，就是神話故事裡八仙過海，就是從小我們都看的這些神話故事，那裡面的神所給我的這個神的概念定義，就是讓我想象不出來這是一個真的神，就是這個神不夠神。當時我的心裡頭倒沒有想過就是神要有什麼創造的大能，但是當我看了聖經裡邊神的就是那個創造，我就發現說這个好像是我覺得這種偉大神的一個概念，就是一下子就出來了。神肯定要偉大呀！你如果神只是局限於我 punish 壞人，我獎賞好人，我們所有這些神話裡面也無非就是最後看到的就是神獎賞好人，懲罰壞人，對吧？就是我覺得神遠遠超過於這方面的能力，所以我當時不知道這個神的這個大的概念是什麼，但是當我讀了聖經的創世紀第1章第1節，我突然一下子就覺得這個神好偉大，我就相信這個神。然後也有人傳福音給我，對，就是帶我慢慢的去了解。這是那個黑醋，這邊的人都喜歡用的黑醋，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切掉。我旅行中領悟比較大的一個是對金錢的價值觀，在我在球隊的時候沒有太多這個概念，因為什麼都是白給的，就是你領着工資，隊上給你飯，就是你去食堂吃飯，你不用擔心住宿，然後衣服什麼都包，衣服鞋子都包，旅遊你也不用花費，因為你是跟球隊嘛，全都包了，然後有時候出去吃飯也有領導請，就是什麼都是白給的。
像跟着國家隊出去，條件比較好，然後你到超市你拿東西，你都是隊上給你結賬，你想拿什麼，拿完之後隊上給你結賬。這個就是當別人給你付錢的時候，你不會變大方，你只會變小氣，你會越來越斤斤計較。再一個就是只收不出的這種感覺，也不会讓你变大方，你不会覺得是說哦，我好感恩，就是我可以有這樣的一個生活，或者是有這樣的一個條件，就是感恩這誰幫我付了什麼錢，或者是感恩這我就進食堂就有飯吃，然後感恩我不用去找住宿，或就是不停的搬家，不会的，你不会感恩的，你会觉得都是該的，都該我的。所以那個時候就包括我去美國大學也是的，我連掏錢買支筆的錢都不用我掏，就是學校給食堂餐，然後給房子住，然後所有的學費全免，還給你一些那個 voucher， 就是 bookstore 的 voucher， 然後如果你需要買紙買本子，然後你有幾百個歐元的這個美金的這個 voucher， 然後你這個學期可以花，然後我進去就是一頓瞎買，我不覺得很感恩，我覺得都該的。然后反而如果假如說誰少給了我知道我這個 voucher 上如果少了50歐的話，50刀的話，我會覺得說，哎，怎麼上個學期是450，然後這個學期400啊，那就不開心了，懂嗎？所以你長期生活在這樣的白給的情況下，就是來之很易的情況下，我不覺得很多人會感恩，至少我沒有上來就有一顆感恩的心，或者是對待這個金錢有他的就是能夠有一個很公正的一個價值的評判，沒有，我就是覺得都是白給的，那就買呀，你不買不就過期就沒了，你就一頓亂花，然後你自己也不知道花什麼，你最後發現，哎呀，我這個本子沒買夠，最後這個 voucher 用完了啊，我還要自己去花錢買本子。就你懂我的意思沒有？对，你就會覺得說，你就沒有任何的這個概念。但是我旅行的時候，就是我最開始旅行，就像我說的，機票我也不考慮貴不貴，然後我只要想去那個地方，那我就先去唄。然後我一看，哎呦，免簽證，好，那我就去。然後其實花很多的冤枉錢，包括那個時候我都不知道錢的價值。哦，還有一點我沒說，其實很丟人，但是我覺得也許會幫助到一些人，就是你不珍惜。你像我在大學的時候，就像我說的，什麼都給齊了，就是免費在那兒美國讀大學。其實很多就是包括我拿這個簽證的時候，我當時還記得，好多的學生也都去拿簽證，但是他們拿的都是 partial 的獎學金，就是一部分的獎學金。假如說校長 principal 什麼獎學金，或者是你自己就是其他的一部分的獎學金，你不会拿全獎，這個全獎是非常非常難拿的。然後當時我拿到這個簽證的時候，那個簽證官我還記得，簽證官一看全獎，然後我說我還對全獎沒什麼概念，我說全獎，然後他說哇哦，他說 You must be so good， 然後我說然後就是給我的感覺就是有什麼不對吗？然後他就說，他就是對這個簽證官來說都很驚訝。他說 ，OK， 他說我必須要給你這個簽證。他說那看來我必須要給你這個簽證，因為你拿了全獎，然後後面就是排隊的，就是那些學生都。但是對我來說，當時我真的沒有概念，就是你學習再好，你都不一定能拿到這個全獎。全獎就是包吃包住什麼都包，他們最多就是可能是免一個獎，就是那個學費，對，最高可能也就是免學費，就這樣的一個狀態。我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下，然後我居然沒有畢業，我晃了5年，我在大學裡面晃了5年，我沒有畢業，然後當時我也不覺得可惜。可能到後來我覺得可惜，所以後來我在北體，然後補了一些課，然後我拿到美國，我要去 transfer 我的那個 unit， 然後就是要在美国拿畢業證吧。他們就是让我去公證，然後我去公證，結果那个北體給我的那個證明上面寫的是我是旁讀生。
旁聽生，是因為我不是他們正式的學生，但是旁聽生我把所有的課題都完成了，然後考試也都考了，但是他就是那個翻譯的，就是在美國做這個公證的這個公證處的人就覺得旁聽生就是只是听，你沒有參與任何的就是實質的作業，任務的這些完成你都沒有，所以他們就說。we cannot transfer all those units because 你是旁聽生，然後我就覺得說，就是那個時候完全對這些沒有概念，我就覺得說，OK， 太麻煩了，那不 transfer 就不 transfer 了，那我就走了，就是因為我没有自己花費，不覺得可惜，我覺得什麼都是該的，什麼都是白來的，那沒有過就沒有過了，然後就或者是。我沒有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其實說白了就這樣子。我在美國的時候，讀書的時候，你說我沒有好好的讀，我也盡力了，我也就是熬了很多個通宵，寫論文，或者是準備考試。但是那個時候確實要以打球，也是要以打球為重，因為我就是靠着排球進去的嘛，我要打球。然后當時我是去的時候連。程序的英語都不會說，然後到那兒就是現學，然後你馬上要學，我就上了1年的那個語言班，然後就轉到那個正式的班裡面，然後你要學很多，每個科目都有不同的新的詞，中文的學生這個不用講的，這個都知道，中文和英文的差距是天壤之別的，它不像是意大利文，如果你看意大利文，越難的詞，他們基本上都是一樣的，就是反而是越簡單的詞它才不一樣。在中文裡面每一個詞，包括每一個人的人名都是一個新的單詞，你都要去記。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我覺得很難，尤其是对我們運動員來說，我們運動員沒有扎扎實實像學生一樣學，就是坐在課堂裡面一學8個小時，一學10個小時，我們都是一練8個小時，一練6個小時。對，就是對學習確實有心而力不足，就是不知道從哪裡就是去 put 這個 effort 去能夠讓自己學起來。反正我當時就很多的時候，我也就是很 easy 的 let go。就是我沒有說我的目標就是在這裡，我好不容易拿到了獎學金，就像很多的學生，我好不容易拿到了獎學金，我的夢想就是要 graduate， 就是要在美國的大學裡畢業，然後我之後的路我才知道怎麼走。我對將來沒有任何的規劃，那個時候我的狀態就是什麼都該我的，就是有什麼規劃沒有什麼規劃，畢不畢業就是我也沒有對自己有一個特別強迫的這個就是迫切感。然後就是那個時候，花很多的時間，也花很多時間去購物，也有一點，就是在中國的高個子啊，很難買衣服。雖然美國的衣服都是中國做的，但是它不留給這些各種尺碼的。其實我覺得這就是一種變相的歧視。歧視你要是女生，你長得特別高，你的腳特別大，然後你就買不着衣服，那你就買男生的。那個時候就是在國內。穿都是男生的衣服，所以到了美國发現我的號才是 medium， 就是中號，然後我就覺得這個好來，然後就是你什麼款式都可以買得到。那時候我購物購的也很開心的，就是很多的時間花在排球、購物，再就是學習，然後一難了我就睡着了，所以也沒有畢業，然後。我感覺就是自己沒有盡力在這個事上，所以我覺得就是如果有其他的朋友就是看到這個視頻我想鼓勵你，就是當你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如果有什麼是你白得的，你要感恩，你要珍惜，你不能覺得就是白得的反正我也不花錢，我就晃，因為機會就這一次，走了就沒有了。這個不管你是花錢還是不花錢，然後就算是你要有付出的话，尤其中国的孩子，我觉得很多时候你想就是父母给你付，父母把这个钱给你付了，然後讓你去學，然後你覺得我不想學，或者是我是被逼的，但是我覺得就算是被逼去做這件事情，你也把這件事情做好，免得以後就是會留遺憾。這個遺憾是我一生的一堂課，我都會記住，所以可能以後就是我以後做事情都會很盡力，然後也不太就是輕易的去放棄。對我來說是很好的一堂課，但是如果這個事情分享出去，如果能夠幫助到其他人，就是可以提前有一個看見預防的話，那就我的經驗也算是買了別人的教訓，那也挺好的。意大利的飲食也是很乾淨，
他們不喜歡放很多的料，他们放的料也都是那种很天然的一些 herbs。我看意大利人的饭，我就在想说，如果意大利没有番茄醬，他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因為他們所有的菜好像都跟番茄醬有關係。然後我覺得是說，中國人如果沒有醬油，中國人的菜可能也不知道怎麼做，因為中國人所有的菜裡面好像都要放醬油。在旅行的途中，就是對金錢的價值觀變了。就是我最感慨的一次，就是我那一年就是去了印度，整個的那個旅行在印度境內，包括就是坐車吃飯，所有的，還包括就是買你知道印度那個門票給國外的人和當地人的那個門票是差100倍的，那真的不誇張。當地人一個美金，國外人就是100個美金，就是這樣子差。還把 souvenir 就是買的紀念品那些東西的錢全算到一起，那個時候我就已經開始記賬了，我才花了$550，我玩了1個月在那邊。我從印度玩完了回到國內，然後我打開那個我的那個家裡的衣櫥，我一看這一櫃子的衣服，然後我真的沒有穿過幾件。我看到我那衣櫥的衣服還有包包，那都是我從美國給背回來的。我就在想，我在美國花了這麼多錢買這些從來沒有穿過的，那上面的籤兒還在上面吊着呢。然後我去了一個國家，領會了那裡的風土人情，吃了最正宗當地人的食物，然後其實印度很漂亮，印度有種就是那種穿越的感覺，就是我看着那人騎的那種38自行車，然後我就感覺小的時候我爸就是騎那個自行車馱着我，當地人的還穿着當地人那些紗麗那些衣服，就是像古時代一樣，就特別有，我很喜歡。因為一般就是去印度旅行的人都要麼就是特別愛，要麼就是特別恨，這是這樣的一個特別分明的國家。然後我就是非常愛的那種，我就覺得哇，這片土地好神奇啊，而且人都還很友善。然後我在那邊生活了1個月，主要是我 couch surf， 你知道嗎？我 couch surf 就有很多時候我是住在當地人家裡面，然後你知道印度人也是跟中國人一樣，就喜歡全家人住在一起，然後媽媽做飯給我們吃，我吃了最正宗的印度的咖喱什麼的。碰上了很多的節日，什麼筷子節，就是那個 stick dance， 就是你要拿那個棒子去跳舞。然後我還找到了正好有個女孩比我矮一點，然後我借她的那個民族的服裝穿上，然後我就去參加那個跳舞節，玩得超級開心。然後我覺得$550個美金。給我呈現這麼多就是人生不能想象的閱歷還有經歷，我超級的自豪。我在那邊就是跟當地人就是混到一起那種感覺，你知道嗎？就是你 blend into 別人的 culture， 然後別人而且很包容你，然後就跟你一起帶你玩啊，然後帶你就是真正的你看到印度人的生活是什麼樣子。我覺得這個是金錢難買的，然後我只花了這麼一點錢，然後我以前在美國花這麼多錢那麼多時間，然後就是我連畢業都沒有畢業，就是因為有一部分的時間在購物。然後我現在發現我那一櫃子的那麼多的還吊牌的衣服，我當時我一下子就哭了。我就覺得我怎麼這麼蠢，就是我對這個金錢我完全沒有任何的概念。我以前就是你知道很多的時候，其實中國人心裡頭那種節約，但是和自己的那種要面子虛榮其實是反差是很大的。我們老一代人總是說節約是一種優良傳統，但是其實很多的時候我們心裡頭那種虛榮感是非常強的。所以你要買名牌，然後你要秀你的就是吃的東西，尤其現在就是這種 Instagram 時代，所有人都是幹什麼都要拍照，你要 show off。所以那個時候的我其實是還蠻虛榮的，然後對金錢確實也沒有太多的概念，就是這個金錢能買到的這個價值成不成正比，基本上不考慮。這個東西我需不需要
不是特別的重要，打折打得狠不狠非常重要。然後因為它是名牌，然後它又打折，然後就讓我感覺很 affordable， 然後你就可以去 show off。當然我也沒有就是專門的就是那種特別的喜歡 show off， 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內心有這樣的一份這種虛榮在。在旅行的途中，然後我就也遇到過很多的背包客，就是他們老外的 culture 基本上父母也不会給他們任何的錢，就是都是靠自足，他們會賣掉他們所有的東西，然後就整出来一個包，然後就背着全世界到處跑，就是也是完成他们的夢想这樣子，然後跟我一樣，所以我也就從那些人身上學到很多，然後尤其是去印度的這次旅行，就是讓我恍然大悟金錢的價值。我就看着那些衣服，然後我就有一天我就把它收拾起來。我好像是有一個蒙古的朋友來吧，他們也是基督徒，然後他們可以帶回到蒙古去分給一些運動員，因為我有很多運動的衣服，我就收拾了很多，然後讓他們帶走。我覺得那就是一種負擔在我的房子裡面，你知道嗎？然後每次我看那個櫃子，我就覺得很懊悔，然後也特別的就是惱怒自己以前就是這麼的沒品，然後花這麼多的時間和金錢，然後在這種無用的東西上面。你所有的重點都不是在自己了，以前都是我想去哪兒，或者是我怎麼把自己搞定，我的旅遊的計劃，或者這個國家待多久，只要我自己可以，沒有問題就沒有問題。但是現在所有的重點全部都是在我女兒，然後我的這個家，我老公。其實意大利人也很愛玩，然後他們尤其是意大利人，就是那種假期。老闆都會逼着你，你的假什麼時候用掉它？趕緊把你的就是這個假期 sign up 出來，就是我們就知道你什麼時候你要過你的這個假。然後我老公總是說快點計劃，今年的我們要去哪裡玩？然後我就現在計劃起來，我就覺得吃力很多呀，就跟我以前就是我自己背包的時候比起來，那個計劃我們現在不能住青旅了，就只能住賓館。你吃飯的時候你要考慮，然後現在我有的時候就糾結是住賓館還是住 Airbnb。然後 Airbnb 你要準備所有的一天三餐，就是也不是說一天三餐，就是至少你早餐你還要自己準備。对，然後你如果住賓館的話，你還可以住有早餐的賓館，但是你住Airbnb 我就可以給我的寶寶煮一些飯啊，就是 throughout the day 他可以吃得很健康，就不一定非得跟我們一起吃餐館裡的東西。有些東西，也不是說不健康，就是你點了他吃不吃，他不吃你怎麼辦？然後他餓的時候，你能不能就馬上就給他吃的？我們也很少給他零食，對，所以一般都是他餓了我們就給他飯吃，所以在賓館裡面。你就不能給他做一些什麼像 pasta， 然後或者什麼東西可以給他帶着，就是路上的。然後但是住 Airbnb 你就可以做一些，然後就是什麼景點啦，哪些地方適合小孩子啦，然後不適合小孩子啦，所以完全不一樣。因為意大利人其實他不像是荷蘭或者是德國人那麼的愛往外走，意大利人就是哪兒舒服就在哪兒待着。其實意大利就已經很美了，就太多有玩的地方了。他們去海邊直接飛到南部，那就海了。然後所以說在意大利有很多 camping 的地方，那個 camping 不是說你自己要背帳篷，那個 camping 就是他已經把這個facility 的那個小屋給你建好了，等於說那個小屋有點像 bungalows， 然後那裡面有廚房，有卧室，有洗手間，全套全齊，而且就是比較便宜，可能幾十個歐元一天，你在一個
它是一個就像一個 camping area 一樣，它就在裡面，然後要麼就是靠近海邊的，要麼就是靠山的、靠水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意大利人很喜歡去，包括德國人，他們有的時候都會 sign up 這樣的 camp， 然後在什麼 Tuscany， 就是不同的，他們每一個省都會有這樣的一個 camping 的 area， 然後你就可以在裡面，跟大自然親近，不管10天或者2週，他們都很喜歡這樣的一個旅行。然後我們已經玩了2次這種就是 sign up 這種 camping， 然後我發現說好無聊啊。首先我人還在意大利，然後第二個是我還是要每天做飯，因為你在那個 camping 裡面，你每天就是只是說你換了一個環境，你要麼就是去爬這個山track 這一條路線，或者是今天就在湖邊游泳，或者是你在海邊游泳，就是這樣子，都是跟自然接近。然後我什麼生活都沒改变，就是換了一個地點，我該做飯做飯，然後該哄睡哄睡，然後就是我覺得对我來說沒什麼吸引力，所以我就一直都告訴我老公，我們去別的國家，有新鮮感。对，有新鮮感，然後你人文氣息有衝撞啊，然後你可以了解一下別的國家的風土人情，然後再一個就是我可以 check 我的那個 country list， 我又去了一個國家，對，所以就是我就覺得這個錢沒白花，要不然你在意大利的一個 camping 裡面，然後你等於說我把我家的這些東西挪到那邊去，對，做了個飯，然後待了幾天。我們家這出門就是湖，我不需要水，我不需要再到水邊去。我每天這樣子夏天我都會帶莉亞到這個湖邊，然後我們背後就是山，你要 track 哪一條你都可以 track， 我就覺得好無聊啊！你如果再 sign up 一個這樣的 camp， 你知道嗎？被歧視這個事情，就包括我在美國，我也沒有感覺被歧視。就是走哪兒都被歧視，我就是在我看來，因為在中國的那個 TikTok 上面、抖音上面，就是有很多的博主，就是走哪兒都是說啊，我在國外哪個地方我被歧視了，看我怎麼對付這些人。就是我覺得這個他是想用這個歧視這個方式啊，包括那个有一些比較極端的，他會追着別人說，哦，你是不是歧視我？你是不是歧視我？你就覺得我是中國人嗎？啊，我中國人，你這個樣子對我，其實別人是很正常的一個行為，只是說你沒有在他的文化中，你不知道他的這個行為是一個什麼意圖，你是理解錯了別人的意圖。但而且呢，你肯定這個，我覺得這樣的博主一般都是想要有私心的，就是他想要自己就是歧視這個話題，然後就是讓得到關注，然後得到點讚，然後就是他要再怎麼反擊別人，然後就看到自己這個民族這樣的一個尊嚴，找回自己的這種顏面的一個感覺是正能量的一個傳遞，就是又可以收穫點讚，又可以收穫流量，然後呢又好像是給中國人出了一口氣。我覺得這樣的人，其實我覺得傳遞了非常錯誤的一種信息。其實我覺得如果這個人他傳遞這樣的信息，他是真的感覺被歧視了，我覺得很多的時候並不是真正的就是某一個人來歧視他，是他自己內心的一種自卑，是內心的一種自卑。他會覺得我做的任何的一個事情，我都要看這些人是怎麼看我，這個眼神是怎麼看我。突然我發現這個人的眼神不對，或者是他跟別人就吹了2下，然後他就覺得哦，他是在說我，因為我是亞洲人，或者是因為我是中國人，然後那我就要上去找茬，那就是或者是我就要刻意的去有一個回應，就是來justify 我的自信，或者是我的這個民族的自尊感。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錯誤的，因為就是這種人是自信心是非常低的。他傳遞出來這個信息之後，其實很多人看了他的這個影片，會讓我們自己感覺到哦，這個歧視無處不在，然後他會給你一種攪擾，你會不由自主的也想去觀察是不是我被歧視了。我現在已經不看中國的那個抖音了，因為我覺得中國的抖音上面有很多都是負能量的東西，然後它傳遞的信息它是斷章取義的，它並不是給你一個 full story，它是取了其中的幾點，然後
讓國內的這種觀眾吸收這樣的一個流量點的這樣的一個信息，然後他從中間取得這個流量，這種誤導是非常的可恥，也非常的不可取的。因為畢竟在國內的人就是沒有太多的機會真正的體会這種國外的風土人情。我就是有一次进了急診，然后进了急診之後呢，就被別人推到，就坐在那個輪椅上被推進去，然後我當時就是頭暈目眩，然後就是我只要一睜眼我就會想吐，所以我當時狀態是非常難受的。然後過了十幾分鐘，有人把我推進去，就是做像評估一樣，就是有醫生問我你是什麼一個狀態，然後他就會給你一個評估，然後呢他就會給你一個手鏈，然後這個手鏈的顏色不一樣，護士就會看這個手鏈，他經過你這個病人旁邊，他的判斷就是看你這個手鏈，所以他要先把可能是紅色吧，就是這種比較急診的這種人先推過去，哪怕是他是後來的，他们也會先處理這種比較是緊急的傷病者。然後呢，我呢就是頭暈目眩，雖然我很難受，但是我沒有到那個程度，所以他們就在我看來，他們就耽擱了我很長時間，就把我晾在那邊晾了很長時間。然後我的心裡頭，當我喊他們的時候，我这睁着眼睛就是喊 Can you help 的時候，就沒有人，就是從我身邊都經過，沒有一個人搭理我。我當時就覺得我被歧視了嗎？就是難道是因為我是亞洲人，我又不講，然後因為我不講意大利文，所以我說的也都是英語。然後有人就說，我就聽到有人說Chinese， 就是 Chinese 就是中國人，他說parla English， 然後就是他講英語，然後就從我身邊過，然後我就覺得啊，他們在說我能聽得懂，就是中國人這個還講英語的，然後又不講意大利語，然後我就覺得他們是不是要把我晾在旁邊晾很久，然後我確實是被晾了很久，但是當我被接管的時候，完全體驗不到就是我被歧視，或者就是他們刻意的就是給我刁難我，就是或者是在那個時候就開始耽誤我的時間，就是看着我痛苦他們也不管，沒有，完全沒有。就是他們當時就是輪到我的這個傷病的級別的時候，醫院的人非常的友善，他們就是按次序按章辦事，然後按着次序來。他說現在到你啦，然後他說 OK， 我要帶你去做這個檢查，然後去做這個檢查，然後給我用藥的時候也會告訴我說這個是什麼什麼藥，他們會給我解釋，他說這個是什麼藥，會幫助你就是 kick 掉你的什麼什麼的一些症狀。然後呢，他說這個又是什麼什麼藥，他們會用就是英語，很盡力的用英語來讓我聽得懂，他們沒有就是說哦你不講意大利語 ，OK， 那怎麼辦？那我就是他們即便會講一些英語，他們也不講，就是專門給我講意大利語，沒有，他們會講一些英語，他們就全部都是盡力的在用英語，哪怕很 broken， 或者是他們自己都覺得講得很不舒服，但是他們因為他知道我只聽得懂英語，他們會用英語跟我講。當我被接管的那一刻，然后我心裡的這種被歧視感全部都被打消了。那醫生也很幽默很風趣，然後就是解釋的非常的到位，做的檢查也都是必要的，他們沒有說哦這個病很正常啊，什麼很普通的一個病啊，沒有，他們會說我會帶你做這樣的一個檢查，然後排除你所有的一個就是病因，然後我們再來給你一個最後的診斷。在我看來沒有任何的就是膚色或者是民族上的一種歧视。我覺得我當時心裡頭有這樣的一個歧視感出來的時候，其實就是以前的那些流量那些博主，他老這樣子呼籲就是你看我在國外我被歧視了，因為他先幫助了他們自己的人。我在國外被歧视了，因為這個警察就針對我們，他就看我們國外人就是或者是亞洲人不順眼或者怎麼樣。我覺得這種信息是非常糟糕的，就是這樣子傳遞，沒有任何的正能量，而且是誤導，它並不是真實的。就是你到了這些文明的國家你很難看得到有人可以直面的就是過來專門的歧視你，那是素質極低的人，这是素質低到冰點的人才會有這樣的一個行為出來，要麼就是腦子有問題的人會有這樣的一個行為出來。正常的人，受過教育的人，就是至少懂得禮節和尊重的人，不管他是什麼膚色的，不管是或者是不管你是在哪個國家，都不會有人直接的就是
看到你就會有很明顯的動作行為或者是言語來刻意的去歧視你，就是讓你感覺到被歧視的感覺。不會。你覺得你在這兒生活的幸福嗎？幸福。就每天看着這個湖還有這個山，就很幸福，因為跟自然界越近就越幸福。我也越幸福。當然，家庭給帶來的幸福，還有這些景色，自然，像這個湖水的味道，出門就可以聞得到，就感觉很自然的，也看不厌，对，就這樣子也看不厭。說最美嘛，也不是最美，對，但是就很自由，没什麼束缚。